多人都感冒了，出现咳嗽、嗓子有痰的情况，很难受。那么大家在吃药的同时，可以多按摩一个地方，可以帮助止咳化痰。这个地方就是天突穴。天突穴在我们脖子前侧的正中间，也就是两个锁骨的中间的凹陷处。按摩时，大家可以用拇指垂直按压，稍微的用点力，感觉有酸胀感为宜。每次按压5秒，抬起来再按3到5分钟即可。那按摩天突穴有很好的宽胸理气、清肺化痰、止咳平喘的作用，对调理由脾胃虚弱引起的痰湿有很重要的作用哦。除了穴位按摩的方法呢，大家在家没事的时候，用蜂蜜、柠檬片和胖大海泡水喝，也有很好的清肺化痰的效果。那这样嗓子也会舒服不少。大米是我们经常会吃的主食，虽然大米含有很多营养，但如果能常吃下面这3种米，可能身体会更健康，容易长寿哦。1. 黑米。黑米是一种药食两用的大米，营养价值高。黑米中含有大量维生素 C、花青素以及花色苷，有很强的抗氧化能力，具有补气养血、延缓衰老、疏通血管的功效，并且经常吃黑米还能够帮助滋补肾脏，起到乌发养颜的作用。2. 糙米。糙米的营养也很丰富，其中含有大量膳食纤维、维生素以及多种微量元素，能增强肠胃蠕动，促进新陈代谢，净化血液，不仅可以缓解便秘，还能够保护心脑血管健康，对身体健康有益。3. 小米。小米大家都很熟悉了，小米是主要的粮食之一，含有丰富的蛋白质、脂肪、维生素，具有健脾养胃、养心安神、清热除湿的功效，所以经常吃一些小米有利于身体的健康。那平时调养身体，大家还可以常喝一点养生茶，比如苦荞茶、菊花茶、绿茶等等，对延长寿命有。相信说到鸡精和味精，大家都应该不陌生，基本家家户户厨房里都有。鸡精和味精是很好的一种调味品，只是每家用的可能不一样，有些人用的是鸡精，有些人用的是味精，但也有人说鸡精和味精对身体有害。那鸡精和味精有什么区别呢？哪个危害更大一些呢？首先说鸡精，鸡精是用鸡肉粉、鸡味香精、盐、糖、辛香料等，经过很多工序提炼而成的，它的提鲜效果要比味精更好一些，所以大多数人比较喜欢吃鸡精。那再来说说味精。味精的主要成分呢是谷氨酸钠，鲜味是比较单纯的，而相比鸡精来说，除了没有鸡肉提鲜成分外，基本是没有什么区别的。那总的来说，鸡精和味精并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。不过大家要注意的是，在食用鸡精和味精的时候一定要适量，因为这2种调味品中含有的谷氨酸钠在吃进肚子时呢，会和胃酸反应，生成谷氨酸和氯化钠。如果摄入过多，对身体健康不利，所以食用时只要适量就行。鸡肉是生活中经常吃到的，不仅好吃，而且还有营养。除了鸡肉，鸡身上很多部位都可以吃，但有2个地方可能还有寄生虫，免费给也别要。第一个地方，鸡脖子。鸡脖子周围布满了淋巴，大家都知道呢，淋巴是排毒系统，所以鸡脖子这里很容易积聚毒素和病毒，还可能含有寄生虫，所以建议大家还是少吃为妙。第2个地方，鸡头。鸡头呢，很多人喜欢吃，但是鸡头也是很脏的，因为鸡在吃东西的时候，很可能会把误食的病毒、重金属等物质集聚在头部。如果经常吃鸡头的话，也会对身体健康不利，所以大家也尽量不要吃。现在男性的压力都比较大，再加上不好的生活习惯，导致雄激素缺乏，不利于肾脏健康。那今天给大家推荐2种食物，可以增进雄激素，提升男人味儿。第一种，干贝。干贝是扇贝的干制品，营养价值很高，富含蛋白质、核黄素以及碳水化合物，具有滋阴补肾、改善肾功能的作用。男性朋友经常吃，能增加雄激素分泌，男人魅力直线上升。第2种，牡蛎。牡蛎是很多男性喜欢吃的海鲜，牡蛎的营养价值很高，其中含有大量的锌元素，可以促进体内雄激素分泌，所以经常吃牡蛎能滋养肾脏，缓解肾虚问题，让你更加的有魅力哦。
除了这2种食物，多喝桂圆红枣茶也能够帮助养肾，还有坚持运动，平时呢多喝水也能够保护肾脏健康哦。都知道糖尿病的并发症是很可怕的，那如果不想出现糖尿病，最重要的是要控制好血糖。大家呢可以试试食疗的方法，不妨尝试下面的这2种食物。皂角米，皂角米是一种半透明、营养丰富的食物。其中含有丰富的植物胶质、胶原蛋白和膳食纤维，能够促进身体新陈代谢、美容养颜，很受女性的喜爱。除此之外，皂角米还能够增强胰岛素分泌，抑制餐后血糖上升，对稳定血糖有一定的帮助。桑叶，那生活中我们经常会喝到桑叶茶，桑叶含有很多的营养，其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、膳食纤维、矿物质以及生物碱等成分，具有疏散风热、清肝明目的功效。经常用桑叶泡水喝，能够刺激胰岛素分泌，起到稳定血糖的作用。那想要控制好血糖呢，还要管住嘴，迈开腿，这样血糖也会更加的平稳哦。哎呀，我忘了，这是不是你总挂在嘴边的话呢？相信很多人都有记忆力下降、脑子不好使的问题，这可能是大脑衰老了。如果想要改善和预防，建议大家坚持3个习惯。第一个，每天发呆5分钟。发呆是一个很好的方法，因为人在发呆的时候，有助大脑休息和恢复，也能使大脑细胞更活跃。若能每天坚持，对提高记忆力、延缓大脑衰老有帮助。第二个，保证充足睡眠。现在的人都越睡越晚，很难保证有7到8个小时的睡眠。长期睡眠不足、熬夜会加速大脑衰老，让人变得迟钝，记忆力下降。所以保证充足的睡眠，这样才能让大脑得到休息，有利于大脑健康。第3个，多动脑。锻炼大脑的最佳方法就是多动脑，要勤于思考，这样也能够延缓大脑衰老，让人变得更聪明，记忆力更好。除了上面这3点，还可以多吃提高免疫力的食物，比如蛋类、坚果类，还有桂圆红枣茶。现在生活条件好了，美食种类也越来越多了，但是有一些食物可能还有很多的寄生虫，劝你再喜欢也别碰。第一种，小龙虾。小龙虾是很多人都喜欢吃的，虽然很美味，但是小龙虾的生存环境是水质比较差的，这样小龙虾就会存在很多的细菌。如果经常吃半生不熟的小龙虾，很可能会感染肺吸虫。第二种，田螺。田螺里含有大量的寄生虫，而田螺的壳又很厚，如果只是清炒或者是烧烤，很难将寄生虫杀死，所以经常吃未煮熟的田螺也会导致寄生虫感染，不利于身体健康。那大家吃的时候一定要煮熟、煮透了才行。第3种，黄鳝。那黄鳝也是一道很好的美食了，但是黄鳝是生存在淤泥下面的，也很容易感染寄生虫。如果没有煮熟，人体也可能会被感染。所以大家不管吃什么都要煮熟、煮透了，这样才能够保证身体的。通常我们每天都是要排便的，如果你超过3天以上没排便，那么就可能是便秘了。那便秘总是让人感觉很难受，那该怎么改善呢？可以常用2物泡水喝。1. 山楂。山楂是很多人都喜欢吃的水果，而且山楂有很多的功效。除了可以健胃消食外，山楂中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、果胶和黄酮类物质，有活血化瘀、促进消化的作用。那经常用山楂干泡水喝，能够帮助清理肠道垃圾，促进肠胃蠕动。不仅可以缓解便秘，对保护血管也有一定的帮助。2. 蜂蜜。那我们都知道蜂蜜有很好的美容养颜的功效，很适合女性经常吃。蜂蜜中含有多种的维生素、微量元素和果糖，有非常好的润肠通便的作用。所以经常便秘的朋友，没事喝一杯蜂蜜水，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排出宿便，缓解便秘。正常情况下，我们每天都要排便1到2次，或者2到3天排便1次。如果超过3天不排便，就可能是便秘了。那该怎么缓解呢？下面教大家一个小方法。这个方法呢，就是敲打带脉。带脉在我们腰部的2侧，带脉呢也是一条横向的静脉。便秘的朋友可以经常敲打带脉。敲打的方法呢很简单，将双手握成空拳，然后用手指关节敲打，力度适中，每次敲打5分钟。敲打带脉可以促进肠胃蠕动，促进排便，对预防便秘有很大好处。
而且经常敲打带脉，还能够缓解月经不调、腰酸背痛等症，可以说好处多多。那想要预防便秘，平时还可以多吃一些新鲜的水果蔬菜，多进行体育锻炼，还有注意腹部的保暖，对身体健康也有帮助哦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，大家还想知道哪方面的养生小知识，可以在评论区给我们留言，我们会在第一时间给大家解答哦。